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14号，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也就是发现比特币这一个波动率指标，它是创出2023年的新低。那整个波动率这么窄的情况下，期货我们怎么去应对赚钱的难题？包括这个指标上面有3个神奇的地方，等一下来跟大家讲解啊，或者是一会儿也来聊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Pi Cycle指标里面的一些知识，下一次的买点我们要怎么去判断，以及短线的一些技术形态。国语很烂，帮我点赞、订阅加铃铛，或者是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10多年经验写出的机器人交易信号，30分钟一直是免费开放的。或者是会员的频道，你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量达到也可以拉进会员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 Hash Ribbon 指标，因为历史上它的买点准确率是高到吓死人啊。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跟大家提，要去留意一下。今天早上已经是正式出了一个 buy 的信号，但是价格确实跌的，不然我的观点是可以去留意一下，就是这个 28.8K 不要破，或者是有可能是不是时间整理还不够。包括聊了有一段时间 28K 有可能是真正埋伏的点位，但是主力都不给机会啊。或者我的观点是，就是之前买入的一些多单，包括去年 20K 下方或者是$1000的以太坊，希望朋友们去抄底的仓位，目前我还是继续在持有啊。有可能现在的位置就是主力涨多了，它是在踩刹车啊，就类似前面的几个区间，这也类似一个飘起型啊。那我们要记住几个点位啊，因为跟那一个波动率指标有关系。我们先观察一下2月份波段高点的位置，2月5号大约是在这个位置啊，或者是4月10号左右，大约是在这个位置啊。还有一个是在6月20号左右，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上一次我踩刹车的位置，大约是在6月21号。我们可以看一下日线的图形啊，因为当时是有看到一个1、2、3、4、5浪的上涨。那理想的情况，1、2、3、4、5波浪理论，它有可能会走一个 ABC 啊，所以整个形态20几天呢，它都在走这个 ABC。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itcoin Volatility Index， 也就是比特币波动率指数，现在确实是已经是回到50下方，都来到42的一个波动区间。前面一般有大涨的位置，波动率都是非常的高啊，基本上都是维持在这一个50上方，比如说今年1月初的这一波上涨，或者是下一次3月份的一波上涨，包括这一次5月份的一波上涨。但是现在从6月底开始，整个波动率指标是维持在50下方，已经有非常长一段时间。那这里面有几个知识点是非常的重要啊，特别是刚刚指的这几个高点的位置，也就是这个指标在波段踩刹车的位置，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波动率如果从低点一路往上涨，涨到高位以后，是在这个6月20号的位置，突然间在第二天，这一个是几号？我们可以看一下，21号，直接这个波动率指标就掉头，直接跌到这个50下方。那这个对我们帮助是有多大？就是如果是身为散户，你看到比特币涨了一波高点的位置，如果再配合这个波动率指标，有3个波段的高点都是在第二天马上波动率指标就掉头，你就不能去做追加的动作。然后我们再看一下4月10号的这个高点的位置，也是在11号第二天波动率指标突然间就大幅的掉头，有可能就是波段的高位它要开始整理，甚至有可能会不会有波段的回撤。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这个波动率指数在2月5号，也就是后面第二天2月6号，波动率指数马上掉头来了一个360度，不算360度，有可能也是有180度或者是90度吧。这么大的一个幅度的掉头，也是说明有可能在波段的高位是不能做追加的动作。所以从这个指标里面也是有发现，可以帮助我们踩刹车哦。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几个位置，在日线图里面，这个高点的位置，我记得是在21号还是22号给大家踩刹车。所以现在波动率指数是非常的窄啊，到底是手续费高还是利润高？很多朋友是讲，最近你如果操作短线，根本就没有多少的利润，不管是做多还是在做空，都没有大幅空间的波动。手续费甚至比利润还高啊！除非30分钟的程序，比如说上一次在这个 21.7K 的高位有一个做空的信号，当天就有 3.65 的一个下跌，而且它这个低点的位置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我给的一个止损是1%，
你按盈亏比去计算，这个空间是从$31,700当天是跌到这个位置，所以有接近$1,700的一个利润，或者是上一次在这个位置也是有给了一笔空单的信号，是在这个$30,500附近，它当天也是有跌出一个低点，大约价格是在$29,500，所以也是有接近$900的一个利润。但是最近程序是都不给出信号，有可能程序就是对的，因为波动率那么低的情况下，怎么从市场里面获利？不然我的观点是，期货真的还是尽量等程序交易的信号。当然我不敢保证每一次程序都是对的，你在进场之前要设一个防守性的止损。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 Pi Cycle 指标。为什么跟大家讲，你尽量如果真的期货还想再做多，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 N 型的位置是在 28K， 它也是很接近这个 Pi Cycle 指标红线的位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底部起来之后，它这个时差的位置当时在这边 20K 下方，就是从这一根开始，希望朋友们去抄底，后面也是有利润没有买哦，最终是在这个位置爆过仓期货这一块。但是现货的仓位基本上是越跌越买，走到现在的话，我个人观点是你尽量给我抱住这一条红色的 Pi Cycle， 已经是金叉这条绿色的，历史上有这种金叉是有可能几年才会遇到一次。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多长时间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一个金叉。2019年出现金叉过以后，死叉有可能就是底部，因为2019年当时死叉就是底部，所以走到现在金叉的结构，底部的筹码是来之不易，就类似2019年这个位置，底部死叉的筹码是来之不易。然后有很多朋友是担心比特币会不会类似2020年的这个位置重新压回这一条绿色的线，是没错，历史上有这种经验。如果他把这一条红色的线给跌破，2019年这个位置跌破这条红色的线，他有可能会去踩这个绿色的线。但是我的观点是，整个2022年、23年的牛市目前是涨了1倍，不同于这个2019年涨了3倍，空间是不同。慢牛的走势，它是一步一个台阶，每一次压回都是洗得够深 0.618 的位置的低点空间，也是让很多市场的散户看不明白，主力到底是要走牛市啊，还是说要走熊啊？要走熊。但是最终是这个指标金叉，要指望它就算破这个红色的线，我的观点是很难去踩这一个绿色的线，除非它是未来的牛市，比如说涨到很高很高的位置。万一是破了这条红色的线，我们一定要小心，破这条红色的线都要去小心，有可能就是已经开始进行熊市了。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技术形态就是这一条我们散户的生命线，价格现在是在下方，不过我的观点是成本已经是20天了，全部都在这个区间，它也不肯要破就赶快破啊，为什么不赶快破下去？所以这一条散户的生命线20 MA 不重要它是横向的一个结构，就是所有的成本20天都在这个区间，不要看得过重，有可能随时都可以上，也有可能随时都会再下来。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为什么不涨4个小时里面还有一条均线，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它这个位置有压力所以既然这条线还是下弯有压力的情况下，也是不排除只要这个位置不破，或者是 28.8K 不破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继续震荡一段时间，把这条均线给我盘下来，然后来到上方的时候有没有突破的点位？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